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101岁的老人常年不吃晚饭。不吃晚饭和吃得少的人真的更健康长寿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个究竟。汉中佛坪县有这样的一位100岁老人，他叫何举清，多年来养成不吃晚餐的习惯，晚饭喝一杯牛奶，不管寒冬酷暑，总爱在室外活动。其余之年患脑溢血，经治疗又奇迹般的康复，惊呆了所有的人。生活上，老人喜欢室外活动，从来不闲着。现在老人的身体非常好，可以用健壮来形容，只是听力和视力有所下降了。在饮食上面，顿顿饭还爱吃肉，而最爱吃腊肉。平时女儿和孙子怕油腻不敢吃的肥肉，都是老人一个人吃的。但是一般人都会担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不好。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啥事都没有，口福就是那么好。医院检查一点问题也没有，偶尔的感冒咳嗽也都不去医院，自己吃点药就好，平时也不乱吃保健的药。但是突然事情就发生了，老人突然患病，而且是脑溢血。老人的儿媳周文秀色，送到医院经诊治，医生都给他们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是在医院住了20多天，母亲的病情又奇迹般的好转了，就连医生都惊呆了，解释不了这种现象。出院回来后，经过近2个月的调养，老人先是慢慢的扶着墙走，现在可以走出走进了，也不需要人扶持。患脑溢血又慢慢恢复了。听女儿说，妈妈一辈子就是这样，话不多，任劳任怨，性格平和，不和人争吃争穿。不吃晚饭和吃得少的人真的更健康长寿吗？我们应该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吃饭7分饱，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从现代的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有它的道理的。接下来我们从肠胃消化食物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是一个容器，而水满则溢，我们的肠胃负担能力也是有限的，每天只能够装下一定的食物。当我们吃下食物之后，通过唾液、舌头将不同的食物进行初步的分解，并进入到胃部，通过胃壁的蠕动、研磨，加上胃液的化学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消化，之后再在胃酸胃液的帮助下进一步的消化，然后推送到12指肠中。在这个过程中，胃对食物的彻底消化一般是需要4到6个小时，不同的食物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碳水化合物大概是1到2个小时，脂肪蛋白质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消化时间。如果摄入了过多的食物，或者是大量的摄入了一些难消化的食物，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肠胃的负担，导致消化困难，出现胃胀、胃部不适，久而久之就会引起肠胃道的疾病。而且在人体活动及消耗有限的情况下，身体内堆积过多的能量无法及时的被消耗，也会转变为脂肪，引起肥胖，从而增加引起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继而影响寿命。而之所以提倡吃饭7分饱，而不是说吃得越少越好，也是从综合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身体需要能量，需要足够的营养物质来维持正常的活动，而7分饱不会出现营养不良。另一方面，吃饭7分饱也不会额外的增加肠胃道的负担，长期有利于胃肠的健康。所以从肠胃健康与身体健康这方面来看，暴饮暴食是不可取的，而过度节食同样也是不可取，很容易导致身体各项器官组织无法的从食物中获取必需的营养性物质，身体基础代谢率下降，影响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在脂肪摄入量或者是储存量长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包括脑细胞、卵巢功能等身体多个器官出现提前衰老的情况。那么不吃晚餐真的会更长寿吗？
研究发现，吃得少往往会与更好的健康状态、更长的寿命有关，且影响还不止于此。从免疫的角度来看，热量限制可以抑制炎症的发生，而且会影响巨噬细胞的活化过程，从而有助于延长寿命。2021年9月发表在《自然》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利用果蝇来进行间歇性的饮食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在进食20个小时，且只有在晚上进食或者是午餐前后开始进食的果蝇，寿命才会延长，而白天进食只有晚上进食的果蝇，寿命并没有变化。美国的营养学家也用小白鼠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限制食量的小白鼠比正常的小白鼠活得久，而且身体机能也更为年轻。我们可以因此去断食吗？首先，这是2个误区。第一个要明确，少吃不是盲目的断食，少吃是在保证饮食营养均衡的情况下，食物的总热量减少，而盲目的节食反而会影响胃肠道的功能，还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导致抵抗力下降，以及影响精神状态。第二，要了解断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如儿童、青少年、孕期、哺乳期、营养不良者、体重过轻者、有进食的障碍者、糖尿病患者、慢性疾病患者等，并不适合盲目的断食，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风险。轻断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最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身体情况，权衡好利弊再做决定，且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不要随意的尝试。晚餐完全不吃和吃得太丰盛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晚餐怎么吃才能够更健康呢？一、最佳的晚饭时间。晚餐最好在睡觉前的4个小时完成。若睡觉时间在22点，那么晚餐时间应该在18点左右，最晚不要超过20点。食物的消化也至少需要3个小时，吃得太饱马上睡觉，不利于胃部的消化工作，还可能会影响睡眠。2、最佳的饭量分量。晚饭要吃少，晚餐所提供的能量占全天总能量的 30% 到 40% 即可，所以晚餐吃7分饱就可以了。3、晚饭的时候无不碰。晚餐尽量以清淡为主，避免吃太重口味、太难消，包括炸鸡、炸肉等油炸的食物，动物内脏等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甜品、蛋糕等高热量的食物，以及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如咖啡、浓茶等。想要长寿，晚餐完全不吃和吃得太丰盛都是不健康的。营养均衡加上适量的进食，才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唯一秘诀。中老年人可以根据科学的饮食方式来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